我很年轻我就结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母亲告诉我说，你结了婚妈才开心，我马上结。我结了婚以后，我妈说你有了孩子妈才开心，我马上生个孩子给我妈玩，就为了让我妈开心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我可以为我的母亲付出一切，什么都可以，命不要了都可以。我不是给大家开玩笑的，真的是这样。周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，我的母亲真的很不容易。我是第3个，我有一个哥有一个姐，在计划生育那个年代最紧的时候，我的母亲怀了我。我的母亲用自己柔弱的身体保了我一命啊！我从一出生，我们家里面就特别穷。我的妈妈除了一个人种10几亩田以外，还有兼职打3份工。她在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个通车厂上班，做一个喷漆工人。她每一次吐痰、擤鼻涕，有红的，有绿的，有蓝的，因为她戴的那个口罩根本达不到防尘的效果。我的母亲身体不好，扁桃体发炎，然后整个甲状腺发炎，做手术家里没有钱。我的母亲打农药，因为不懂常识，顶着风打农药，整个农药全部喷到了她的鼻子里面。当我的妈妈躺在病床上几乎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，她想到了我还有一个13岁的孩子，我不能走，我走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？她坚强地活了下来。我记得15岁那年，我的父亲被抓走了，我们家里面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拿出去打关系，家里面已经没有1分钱了，马上要过年了。每一年过年，我妈妈一定会给我买一身新的衣服，因为我妈妈告诉我她不穿新的，每一年都只给我买，因为我是孩子，她一定要给我买一身新衣服。我那年跑过去跟我妈妈讲，我说我知道家里今年很困难，今年我不穿新衣服了。结果那一年我妈妈给我买了2件，你知道吗？买了2件新衣服。我问我妈妈为什么要这样，我的妈妈跟我讲说，孩子啊，穿在你身上，妈脸上有光。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我泪流满面，我在心里面暗暗的发誓，我一定要有钱，我一定要让我的母亲过上好生活。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，就是因为对母亲的这份爱，让我有无穷尽的动力啊！周老师有今天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的父母，我真的很爱我的父母，他们可能没有给我创造一个很良好的生活条件，甚至在我15岁的时候，因为父亲的入狱，让我家族蒙羞，让我在我们全班里面抬不起头，让我只能够初中辍学。但是我没有怪过他，我真的很爱他，因为是父母给了我这段经历，才让我走到了今天。接下来周老师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曾经是讲《论语》的于丹教授在大年初1的早上在中央电视台讲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当年感动了整个全中国所有人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孩子和一棵大树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，有一个小孩，他特别喜欢在一个大树底下玩耍，那是他童年最美好的时光。这个大树也很喜欢跟这个小孩玩耍。当这个孩子累了饿了，那个大树就说，你可以爬到我身上摘我的果子吃。哇，这个时候孩子更开心了，孩子每一次饿他都会跑到那个大树下然后摘果子。结果慢慢的这个孩子长大了，这个孩子好几天没有来到这个大树旁边了，这个大树很想这个孩子。结果这个孩子来了，大树就问他，你最近怎么不找我玩了呀孩子？孩子说，我马上要上学了，但是我没有学费，我每天都在愁我的学费去哪里找。大树说，这样吧孩子，你把我的果子摘下来，拿到市集上去卖钱，应该够你今年的学费了。孩子说，真的吗？我可以把你的果子全摘走吗？大树说，没问题，你摘吧。这个孩子真的爬到大树上，把这个大树上所有的果子全摘走了，然后到集市上卖了钱换了学费。孩子上学了，来陪这个大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每一年暑假寒假，这个孩子依然会回到这个大树旁边陪这个大树一起玩耍。这个大树特别的爱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也特别爱这个大树。但是慢慢的孩子又长大了，好几个月没有来到这个大树底下玩。这个大树很纳闷，突然有一天孩子来了，大树就问这个孩子，你最近怎么不来找我玩了？孩子说，
我要去省城工作了，但是我连路费都没有。我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我不是个孩子了，我要工作，我要成家，我要立业，但是我没有路费，所以我正苦恼了，我哪有心思找你玩啊？大叔说这样吧，你把我的果子卖了，钱不够，再把我的树枝全砍了，拿出去卖柴火，这笔钱应该够你的路费了。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说，真的吗？我可以把你的果子全摘掉，还可以把你的树枝全砍掉。叔说可以的。这个孩子把这个大树的果子全摘了，把这个大树的枝全斩了，然后拿出去卖柴火，卖了一笔钱，进了省城，拥有了一份工作。就这样，这个孩子越长越大，离大树越来越远。终于又过了很多年，这个孩子终于又来到了这个大树底下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大树就剩个树干了，呆呆的在那里等着那个孩子的到来。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大树很激动。孩子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最近怎么不来找我玩了？他说，我现在马上要成家了，我没有钱，我娶媳妇儿现在还差10几万，我痛苦的要死，我哪有时间找你玩啊？大树说，这样吧，孩子，你把我的树干砍了，拿出去卖给那些建房子的人，我觉得这个彩礼钱应该能给你凑够。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很惊讶，把树干给你砍了，你可以吗？大叔说可以，没关系。这个孩子就把这个大树的树干砍了，然后换了一大笔钱，娶了个老婆。当他成家立业以后，他更加少来陪这个大树玩了。这个时候这个大树也枯萎了，也老了，也只剩下一个树根了。孩子慢慢长大了，终于有一天他路过了这个大树，他根本看不到这个大树，因为那个大树只剩下一个树根了。当这个孩子走过这个大树的时候，这个大树特别想跟这个孩子讲话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大树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已经没有生命了。故事讲完了。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，而这个大树就是我们的母亲。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你的父母生了你，你的父母养了你，你身上流的血是你父母给到你的。母亲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你，她的青春，她的年华，她工作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给你付学费，她工作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供你买房子，她工作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给你娶老婆。这棵大树甚至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孩子。我们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呢？他们把他们的青春，把他们的年华，把他们这辈子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我们。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没有一个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都是父精母血，没有父母之爱就没有你的存在。没有哪个父母是一帆风顺就当上父母的，哪个父母不是含辛茹苦把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带大？那都是一把屎一把尿给带大的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孩子们，想想那棵大树，想想你的母亲，想想你的父亲。今天杨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公司选人只选懂得孝顺的人，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懂得孝顺的人，这个人怎么能成才呢？你和你父母的关系就是你和生命一切的关系，你和你父母的关系就是你和财富的关系。一个连父母都不懂得爱的人还是人吗？所有的孩子们写下一句话：越啃老的人越倒霉，并且不可逆转。孝顺父母，供养父母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运气和福报。有一种钱是你不用延迟享用的，并且你是越花还越有的，尤其是你在越穷的时候就越应该花的。你们想不想知道？写下一句话：孝顺父母的钱。所以花钱的第一大福报资产，写下来，花给父母。孝顺父母，供养父母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运气和福报。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孩子们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爱父母不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一份纯纯的爱。不要等到你父亲母亲不在的时候你再后悔，那个时候为时已晚。人活着的时候不孝顺，等到父母没了
去坟前烧香烧纸儿，那都是骗人的。我希望大家真的珍惜眼前人。很多人说钱是肮脏的，是邪恶的，是卑鄙的，下流的。我知道的是，你最亲的亲人躺在病床上，他身患重病，需要50万做手术，但是你没有钱，你只能看着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付不起医疗费，被人推走。所以钱不是肮脏的，钱也不是邪恶的，钱也不是卑鄙的，钱本身是个工具，是中性的，是用钱的那个人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。你可以用钱去害人，去雇凶杀人，你也可以用钱去救死扶伤。你爱你的父母吗？你爱你的父母吗？你爱你的孩子吗？你爱你的爱人吗？你一定要崛起，你要成为你家族的希望，你一定要崛起，你要成为你那个城市的灯塔，你要成为你那个省的城市之光。因为只有你觉醒了，才会有更多人觉醒，因为只有你实现了财富自由，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为什么周老师每次讲课要这么卖命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讲这么多？因为我很清楚，坐在台下的很多人，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见了，但是我想因为我们这一面能够唤醒你，能够拯救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感恩各位家人对周老师的信任，以及长时间不离不弃对周老师的陪伴。或许你已经关注了周老师很久，听了周老师很多的音频，看了周老师很多互联网平台的各种视频，却一直找不到跟周老师链接的机会。今天这个机会它来了，点击预约即可找到周老师，让周老师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。点击预约即可获得一次机会。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少机遇，只是缺少抓住机遇的人。决定命运，新的决定新的命运。从此时此刻开始，给自己人生做一个决定，你将开启新的人生。父母是我们根，他们给予我们生命，是父母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，把我们抚养成人。或许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些误会或疙瘩，但他们永远是最爱我们的人。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陪伴父母了？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，好好尽孝，陪伴他们。孝顺是我们作为孩子的责任，像父母照顾我们一样，毫无怨言，爱他们，成为他们的骄傲。如果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并留言告诉我你的收获。欢迎转发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传播人生智慧。还没订阅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关注我的频道，带你一起和周文强老师修行。